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俩北京姑娘闲聊，我是 Annie。大家好，我是 Karen。我们今天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明白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讨论讨论。但是呢，我知道你有这样的经历啊，对，就是关于追星。追星的话题，我说实话，我就是比如我挺喜欢谁谁谁的歌儿，挺喜欢谁谁谁的电视剧，然后呢，但是呢，就是特别喜欢一个明星或者是歌星，我觉得我还没有一个就是疯狂那种到了那种疯狂的程度，但是呢，我知道你喜欢一个歌星，就是从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喜欢他，对不对？就是甚至更小的时候。从那个初中那会儿吧，初中、高中那会儿，特别喜欢一个歌星是吧？对，嗯好嘞，那我们今天就讨论一个这个叫饭圈儿文化啊，这个话题，它就是跟追星有关系的。然后呢，嗯我们先说说你的就是追星的这个经历呗，要不？然后现在还追吗？现在还追吗？然后就是我很感兴趣，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感觉你还是嗯挺疯狂的。也但是嗯，照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情况，我觉得你已经是很理性的追星了。对，就是时代不一样了吧？我觉得一个特别关键的点，我因为以前特别喜欢音乐，你知道，喜欢音乐的人，他肯定是有一个精神寄托的，他是肯定是自己心里特别喜欢哪一类音乐，或者哪一类歌手，或者喜欢哪一类歌手的。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唱歌，所以虽然可能唱的也没有那么好听吧，文艺青年然后属于文艺青年哈，对。对，真有点文艺青年。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音乐，喜欢唱歌，然后喜欢写小说，反正就喜欢文学吧，就是确实是有一点文艺青年的这个范儿。然后我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天呢，其实那个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初三左右，我在听电台啊，那是听电台，听了一首歌，叫做《火车开往冬天》，这个是由朴树唱的，他那个时候一点都不火，我就嗯。注意起这个歌手了。然后慢慢，我也是喜欢音乐嘛。上高中，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他才发了自己第一张专辑，叫《白桦林》。我相信华人朋友吧，然后国内的朋友基本上都听过这个《白桦林》，包对。括那些花儿啊，它确实有一些歌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嗯。然后我高中就是挺喜欢他的，但是那阵儿你说作为一个小孩儿，你喜欢一个歌手也好，你能怎么样呢？无对。非就是买他的这个专辑支持支持嘛。对对对，这而且个是那阵儿最大的支持了，我感觉也没有什么手机，也没有什么在那个下载什么的，那个时候好像都没有哈。对，只能是买这个 对，那阵 CD。儿电子音乐就是数字的这种音乐还并不是那么流行。我买的他的这个《生如夏花》，的第一盘儿呢是买的磁带。那阵儿你知道音像店它都是卖磁带的，然后卖 CD 的，和现在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所嗯。以呢，就只可能是听听磁带，然后听听歌儿，就是没什么。后来上了这个大学了吧，自由一点儿，毕竟你已经经历过残酷的高考了，就是大家都没什么事儿嘛，然后就可以然后你放飞就能自己了，对吗？就可以疯对，你狂的就能追星了。正好他也住北京啊。然后呢，我就是平时听电台比较多，电台有一些什么活动呀，你就知道他什么时间啊，在哪儿的一些活动呀，你可能就去，就是比如说，你还记得那阵儿是大一的时候吧，他在就北京那边啊，九仙桥儿，还有一个第二张专辑的一个发布，第二张专辑就叫做《生如夏花》。他发了这张专辑呢，他就有很多的活动嘛。然后他发那个专辑的时候，是一个首场的一个发，就是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不是就是去了吗？其实你说作为歌迷，我觉得在那时候就挺疯狂的。但是其实你想，现在想想也没啥，作为对。大学生
啥事儿都没有。对对对对，就是能一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明星，就是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满足了，对吧？有满足感对的这样的情况。对，我对，我为什么问你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我记得他以前还给你签过，就是签过名儿什么的，就是你特别激动，给所有的人看他签的这个名儿，然后写的这句话，我觉得我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主要对于我来说就是有不是有钱啊，是有闲有时间。有时间，然后那阵儿大学生嘛，然后放飞自我了，他有什么活动呀，然后我没事儿就去呀。然后其中有一次，你说他给我签名儿的这次呢，算是偶遇，这还啊，挺有对缘分的啊。对对对对，咱俩一起在马甸儿那个宜家，当时北京的宜家呢是在北三环，在马甸儿那边儿，咱俩一起呢去逛宜家去了。我跟你说，你瞅没瞅那人？那人是朴树，一看这嗯对。就是铁杆歌迷啊，他打扮的十分的，对，这个戴着怎么说呢？口罩嘛，戴着帽子什么的，这样的是吧？他戴着帽子呀，倒是没戴口罩，他戴着帽子，打扮的非常低调，但是我还是认出来了。他去那个宜家去买床单去，我就跟你说这是朴树，你说是吗？我说是，肯定的。对，然后我就是，过去跟他聊了2句，他对对人还是挺好的，对，然后就问我干嘛呢？我说这个就是现在还上学呢，我说学英语呢，然后我就把那英语书掏出来了，让他给我签个名儿。嗯他写的是比起生活来，学习算简单多了，学习英语算简单多了，就享受它吧。然后他给嗯我签了一个名儿，嗯所以这个人还是挺低调、挺不错的这么一个人。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风格吧。所以我觉得对于追星的这些人啊，可能大部分都是比如说什么大学生呀，或者是年轻的一些人呀。你看现在我经历过这么多年，对吧？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现在又有家庭又有孩子，我不可能去疯狂的去追星这种的。现在这些小孩儿，我觉得年轻人追星就是饭圈文化。饭圈我觉得在一儿文化，我定们这是算是一个新的词。那个在我们嗯那个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词呢，是最近刚刚流行起来的，就是饭嘛，就是那个 fans，对，那个从英语来嗯的。然后呢，就嗯是粉丝圈啊，在我们微信上有这种朋友圈儿，然后呢，粉丝圈嗯儿就是喜欢同样的这个明星的一个群体啊，对，非常固定的这个群体。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粉丝圈儿。我觉得就是这个文化现在已经让我有点儿看不懂了。为什么？我问你，我说你曾经做过什么疯狂的追星的这个行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我昨天看了一个视频，然后呢，就是好像就是昨天前天这个刚刚发生的事儿，在那个首都机场。好像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明星，具体我也没有看到那个具体的内容，但是就是说这个粉丝去飞机场接机，然后严重扰乱了这个机场的秩序。然后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不得不有一些保安呐，什么警察呀，不得不去阻止这个接机的行为，或者是就是看到这个喜欢的明星非常疯狂的一些行为，过激的行为。这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偶尔看到这种社交媒体啊，对，然后大家就是拿着这个手机去拍一个明星，比如像可能他最近在拍戏呀，或者在拍这个就是演唱会的时候，然后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之前或之后的一些这个粉丝的见面的活动，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疯狂。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社交媒体现在可能它就是那么大家都很方便，所以呢，就是能够更好的去跟你喜欢的这个明星，喜欢你就是怎么说，你们有共同的喜欢的这个明星，其他的一些人跟他们去联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网上有非常非常固定的这种群体，那当有这种群体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我觉得他的这个力量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夸张。我有一次去电影院，那天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是个周末。然后呢，我去电影院跟一个朋友，然后我们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影院有那么多的人，仿佛整个北京都到了这个电影院，很多很多的这种年轻的
朋友们，然后我说，哎，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我可能观察了10分钟，我才发现，也是一个明星，那天是他的生日，然后就是这些明星把这个电影院整个包下来，就是给他买了一个1米还是2米长的一个大蛋糕，然后把他的那个电影，就是整个那天的这个电影全部包下来，然后就是这些他的粉丝去这个电影院去看他的电影，为他过生日。然后我说那这个明星呢？我以为这个明星会来，结果没有来，就是他的粉丝的一个自发的行为，真的。然后大家嗯一起唱他的歌，我真的是看了，我当时真的是有点震惊了。我说这个喜欢到一个人喜欢到了什么程度？然后你做的这些事情，可能你的这个明星可能都不知道，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去知道。我估计这样的情况在每一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地方可能都会发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明星的这个效应或者明星的影响力，哇，真的是太大了，让我震嗯惊了，真的是。所以饭圈嗯文化真的现在有一点点的让我理解不了的程度了。我觉得就是等于现在的这个饭圈文化，就是它变成了一种非常就是组织性非常强的，然后就是大家有一种这种特别强的对支持你的偶像的这个特别强的一种情感，为他什么支援呀，就是参加他所有的活动啊，然后他出了新电影，出了新的歌啊，就在那个为他打榜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100%的去支持你的这个偶像明星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特别强烈的一种感情。对，现在的这个嗯是饭圈文化。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还好啊，然后但是有一些就是他会排外，就是如果你要是说他的偶像不好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有非常过激的一些反应。对，有这样的一个情嗯。况。对，所以我觉得还挺恐怖的。嗯，我觉得这个时代也是不一样了吧。你想那个的时候的时代，就是大家可能刚刚用手机，我的第一部手机是诺基亚，都还不是彩屏的。对，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还有最主要的就是信息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呢，你明星有什么事情，很多人他也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现在呢，有各种的群，网络这么发达，对，你随便刷手机，明星的所有的这个活动，你都是清楚的。而且现在明星他需要什么呀？明星最重要的需要的就是流量。国内这些明星，你甭管他是唱歌的，他还是演戏的，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唱歌唱的不咋地，然后演戏演的不咋地，可能就是长得好看一些，有身材一些，然后但是这些都不重要。这些呢，我们一说国内的明星啊，谁谁谁顶流，这个顶流就是顶级流量，对吧？只要是这个人有流量，那这就是最重要的，有流量，它就最具有商业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明星，他们无论他们自身的专业素质是否好，他们只要是有流量，那么他怎么能给自个儿带来流量呢？所以一个是这些粉丝，所有的明星肯定都有谁谁谁粉丝的各种的后援团啊，等等的，有很多很多，对吧？我觉得还有的就是明星他自己的团队，他的经纪人，他们甚至都有自己的宣传团队、炒作团队，就是来给你炒作的。要不然我怎么能知道这个明星，明天早上10点半到这个北京首都机场呢？2号航站楼，谁给我的这些信息呢？都是从他这些经纪人他自己的这个经纪公司团队他给你出来的，对吧？所以呢，他本身经纪公司就把明星也当成一种产品，他要的就是流量，他会跟这些所有的粉丝，然后在网络上炒作，所有他这些粉丝呀。甚至是不是粉丝的人，甚至是就想靠这些明星再赚点流量的，反正一大堆人吧，就会去拥护他，就会去接机呀，就会去声援呀，等等的很多。所以它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流量，所以你网上老看，你刷手机的时候，你说这谁呀？又是一个接机的，又是一活动的，天天就娱乐圈这点事儿。我们以前反而还觉得就没有什么事儿，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信息以及网络，现在大家谁都没有什么秘密了，对吧？对，对，我觉得这所以呢，个就是就是
这个嗯饭圈文化，这个粉丝圈，我感觉真的是把这个就是这个娱乐圈的这个明星，我觉得真的是隐私，怎么说，有一点点的这个隐私，就是你完全这个可能。如果你要是想当一个明星的话，我觉得这个你还要做好准备。然后，即使你的隐私就基本上你可能就没有了，不大有了，就是被人扒出来。我觉得这种比较严重的，像这种网暴，挺严重的。我那天看了一个明星他的一个澄清，就是我觉得这个澄清的还真的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直接的，就是他就会告诉他的这个粉丝说。我曾经什么结婚呐、离过婚，然后呢，就是请你不要去打扰我的以前的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妻子或者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我们两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了这个共同的生活，然后他现在已经有他自己的生活了，甚至还有孩子。所以呢，就是可能这个就是你以前的这个人生的过往，可能你都要暴露在这个公众的这个审判之下啊。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有一点点的太过分了。其实那天我听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的播客，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照相机、摄像机，然后我们的网络这么发达，其实我们现在人人都没有隐私，就是我们人人都是一个娱乐性质的一个明星，只不过你的曝光度是多是小是大是少啊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其实人人都是一个明星，我们人人都进入到了这个娱乐圈，就是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你有没有吸引到别人的注意，有没有人来关注你，有没有人对你感兴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真的有一点恐怖，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平台这个网络，让我们所有的人的生活都太直接的暴露出来了，这样的。对，最后呢，反正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吧，我觉得你这个追星呢，还是理性，理性，就是对尽量不要给你自己，如果你是真心的喜欢这位明星，还是不要给人家造成更多的这个困扰哈。对对，你可以就支持一下，如果是官方组织的一些活动，你想去就行了，不要去过多的各种去哪打儿的扰人去别人对，的，去拦截人家呀，等等呀。我觉对得有一个词不是叫私生饭吗？就是对明星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呀，哪儿老都跟着人家呀，然后给人家发自己的各种照片儿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是不太好的。对，我觉得所以呢，其实还是理性追星，嗯。对对，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是娱乐圈的，这个可能也大家都已经是习以为常的。如果你这个进入娱乐圈，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就是从奥运会那年开始，我觉得我才开始注意到，就是现在这个很多的体育明星，现在也有受到这个困扰，比如像什么就是什么乒乓球啊，什么滑雪呀、就是这种非常热门的一些运动的这个运动员。然后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说他的一个，这就是一个工作，对吗？但是就是因为他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范围内，然后呢，把自己过度的暴露出来，那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他。那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好事，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就是这种明星效应，它确实是有一个这种偶像的一个影响力的。那比如像很多的。偶像他比如喜欢这个运动，然后他可能就甚至带动全民喜欢这一种运动，他的影响力是极大的。或者呢，可能他做一些公益，然后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力。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就是很多的这个粉丝，他会就是严重的影响到，比如像这个运动员他的这个发挥啊，或者他的这个临场的表现呀，这个疯狂的这么过度的这种热情，我觉得运动员最重要的还是比赛，但是如果你过度的被这个社交媒体或者等等，就是现在大家的这个粉丝的这个情况反应影响，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对，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嗯。看到一个那个。一个运动员，他在这个平台上就是多次的去不断的反复重复，就是请大家不要过度的去关注他的这个生活呀，或者是除了比赛以外的他的其他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真的是
可能这种运动完全让大家注意到了现在的这种运动员的一些私人的生活，对这样的情况。对，你还有啥想要说的吗？关于这个话题的？这个话题就没啥要说的了。我们看一下，如果你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些这个出面，有一些比如像他已经扰乱了社会的治安呀等等，你觉得政府应该有一些这个一些规定吗？我觉得这个要规定的话也比较难规定吧，对吧？这个很多的事儿，我觉得不是特别好管控，我们只可能就是告诉大家理性追星，对吧？然后对，不要去过多的去打扰别人的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的话，如果我们也是一个明星的话，我觉得你肯定也不希望，当然可能会跟就是喜欢你的人，可能应该是非常感激的，很感谢有那么多的人支持你，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谁也不太愿意让过多的人知道自己的这个私生活啊，自己的这个隐私，对吗？对，换位思考一嗯下，可能大家就能够互相理解了。对，嗯，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儿了，然后也希望朋友们多多参与我们的话题哈。在你的国家，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喜欢的明星呀？他们是歌手、演员、运动员，或者是只是网红？网红现在也比较流行啊，对，对。然后也有比较大的，在网络上有非常大的这个势力和影响力。然后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分享。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然后你知道在你的国家这些活动都是什么样儿的吗？对，都多多跟我们分享哈。好，在你的国家，这个饭圈文化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就是更理性啊，或者是疯狂的去追星啊这样的什么样的行为啊？对，可以跟我们分嗯，享一下。好的，那感谢好嘞，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下期再见，拜好，拜。再见。